你最近在忙什么呀？都不来看我们母子，是不是不打算要我们了？我正在开会，一会儿给你打过去。喂，谢行长那边怎么样？需要多少钱？缺口很大，他不光是我们调的这些，他还挪了一大笔，在美股市场上做股票。听到风声以后，他平仓套现，有一个大缺口没补上。那缺口究竟有多大？估计得20个亿。什么？这胆子也太大了嘛！你看老叔叔换一锅粥，我们就是替他补上这边这3个亿，也填不满这个窟窿。一旦出了事儿，肯定会把我们给咬出来。哎，你再了解一下，那边情况到底怎么样？喂，谢行长被双规了。陈思福那边怎么样？没消息。我想没消息，可能就是坏消息，否则是应该有消息才对。呼啦啦大厦将倾啊！一步走错，满盘皆输啊！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只有等着了。谢谢 ，Thanks。海平，你知道我现在已经非常中国通。比如说我去中国的饭店的时候，我喜欢灯很亮，我喜欢看中国人说话，喂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很吵的，很吵的。我现在无所谓，因为我看中国人在饭店，我感觉他们的热情，他们的 passion。Mark， 你观察到一些现象，但你还仅仅是个门外汉，因为你仅仅看到表面的一些繁荣、一些热闹，并没有看到像一些深层的一些东西。就比如说吃饭，你看刚刚那一桌人，那么多人，他们拍着肩膀，很热闹啊，然后敬酒，其实未必是好朋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对，明白了。就像那个女的，我刚刚看见她敬酒的时候，其实她脸上有一些尴尬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Read a person。对，不是很乐意，但是又不得不敬酒。其实这个就是中国一种特有的叫商场文化，你懂吗？那我听得懂，我一点点理解。可是中国也有一些的东西我完全不理解，比如说针灸还有谦虚。谦虚。对，谦虚。我非常感谢你告诉我中国的文化。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时间一起，你给我上课。哦，对了，为什么你突然要回美国呢？我现在有一个朋友在美国。他有一个事情，他要我回去帮他，所以我现在准备回去。哦，那打算待多久？什么时候回来呢？我不知道，可能2个月、3个月、6个月，不知道。我会很想你的。海平，你现在是美国懂，在中国女人不告诉男人他们想他。我是很纯洁的想念。你想你的一辈子是中文老师吗？什么意思？
你的生活有一个计划 ？Do you have a life plan？ 你有没有一个计划？哦，你是问我是不是想一辈子当中文老师？对。其实我是有一点想一辈子当中文老师的。其实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，我想如果能找到几个合伙人办一个中文的学校，因为我想教老外学中文。我觉得在国内好像这样的学校不是很多，所以有一些翻转的余地。你像有一天我走在街上，我就觉得，哎呀，我觉得周围好多老外啊，那我就想，那我可以教老外学中文，这也是一个不错的职业。你的想法非常好，可是我想你开始一个学校的时候，不要小的学校，你可以开始一个大的学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说对了，现在在中国有很多的老外，可是中国也有很多中国人，你可以教英文、教日语都可以。你知道中国的市场 market 越来越大，bigger and bigger every day。中国人一个家有一个孩子，所以你有很多的机会。我也要成为你第一个投资人。投资人啊，好大的样子。其实我只是想以我的名义办一个，哪怕是小教室，就是从小做起。我想你有能力 ability， 所以我回美国的时候，我可以问我朋友们，我们可以给你钱。所以当我回来中国的时候，你可以成为一个 CEO， 我们可以开始在 NASDAQ。你从美国回来，我就成 CEO 了。对了，马克，你太能吹了。你懂什么叫吹吗？我懂。你真懂？真的。不是我教你的。不过，马克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你帮我介绍学生，然后给我鼓励，真的谢谢你。不用谢谢，我非常感谢你教我中文，给我上课。所以今天晚上我开心，我们一起吃晚饭，不是早饭。我要请客，所以我要给你 honor respect。你是我的中文老师，所以我今天晚上我请客。好，我不跟你争，等你回来。对，等我回来的时候，你是 CEO， 你可以请客。好，cheers。来。张处长，那怎么亲自来？几件，马上交给孙书记。记住，亲自去，跟他聊聊。完了，回头赶紧找我。哎，进来。孙书记。张市长让给您送了几件，是关于谢宝进私设金库、挪用社保基金投机美国期货市场强行平仓的几点意见，请您过目后展示。这个先放我这儿吧，我要仔细看一下。好，孙书记，您这套书不错。一直都听说你对历史相当的有研究啊。我对历史倒没什么研究，但对收藏知道点。您这套《资治通鉴》是真本啊？真品？哦，这书还有赝品的吗？您这套是民国韩温楼影宋本《资治通鉴》现装，在市面上已经不多见，价格不菲啊。是吗？哦，这我还真不知道。要是这样，那我就受之有愧了，我得赶紧给人送回去。多谢你的这句话。这是书记收到的礼物啊。是啊，那天我感叹读书要读原点，任何白话解说都掺杂了后人对前人的曲解，听者有意就送了这些。
我以为就几本书就欣然笑纳。哎呀，幸好送书的是我的战友啊，还还得回去。哎，真是差一点，你看，犯错误了。在中国讲究个礼尚往来，您以后用别的礼物送还回去就是了。这要退回去，还是伤感情的。不行啊，这不是一斤葱两头蒜的，在家里点点什么就能回的，大礼就得大礼回，否则就不叫投桃报李了啊。可是万一我要是还不了呢？这不是因小利失了大义吗？怪不得我曾听人说孙书记不通情理，这情理二字在中国可真不好把握。情和理我是通的，可是度不好把握。啊，你手中的权力大了，与你交往的人就多了，交往多了，感情就深了。有些人对你无求，可有些人对你有图。利益与情感交织的时候，你就很难分得清楚哪一部分是真情，哪一部分是假意。所以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不通情理。坐吧。这孙书记的定力很决绝，只能让我是高山仰止啊。你我之间就不要那么虚伪的说话了嘛！啊，哎，我倒是听说一段很有趣的关于你的官场论呢。我，嘿呦，我哪有什么论呢？那都是胡说。哎，轮到你说话你就搪塞我，就是那段“水至清则无鱼”的。那个不是我说的，那是大戴《礼记》中的一句话：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”啊，你这是不是在变相的批判我？独身闯江湖要不得。书记，这我哪敢呢？每个人行为处事的方式不同，你是直线攀登，或者迂回上升，只要最终能够登顶，这都是得其所愿，不必计较过程。可是，如果不能登顶呢？你说的这些为官哲学，几千年能流传到现在，显然有它的道理啊！左右逢迎，啊，与人为善，广交善缘，恪守中庸，这些都是为官之道。乍一听合情合理，胜得人心。可是，这里面有个毛病，而恰恰这个毛病，有可能让你登不上顶。敬听孙书记指教。啊，探讨几千年来的为官之道，它的根本是基于封建社会。这天下是皇上的天下，臣子们研究的是如何来取悦统治者，取悦上级，由此才能打开升迁的局面。可是现在呢？现在时代已经变了啊！这天他不信情，不信理，也不信爱新觉罗，他信人民呐。前一项出了个事儿啊，乱子不小，命丢了不少。某市直下领导因缓报瞒报，而出面检讨的时候说的那句话，我听了就很不是味道。他说发生这样的事，是因为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太差。什么叫政治敏感性啊？他一心想的是乌纱帽、政绩、税收，唯独没有把人民放在心里。结果呢，你也是看见了，啊？不管你爬得再高，你都得回到地面上来。我们只有老老实实的为官，本本分分的为人民服务，你才有可能干好这份服务行业。孙书记说的是，
要记住啊，以人为本，人民，只有人民才是我们的根本，我们就是为他们服务的。这个观点没有，书读的再多也没用，啊，这就好比考试做判断题，是是勾，非是叉，一笔或者两笔已经决定了你的得分。观点错了，无论你怎么论证，多么洋洋洒洒，你都得0分。领教。孙书记，您忙着，我就不打扰了，我先走了。慢走，不送了。哦，啊，是非题答错，0分。姐，喂，海藻，哎，我今天有个急事儿，不能陪你产检了，要不然你约在明天。没事儿，姐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你一个人吗？宋思明呢？他怎么不陪你？哎，他什么意思啊？要孩子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负责负责，现在呢，连个人影子都没有。姐，他最近挺忙的。海藻，我真替你担心。这样吧，你先检查，有什么事儿你给我打电话，明天一早我来看你啊。嗯。阿姨，帮我打点热水喝吧。好的。我。高兴，你先回去休息吧，我一会儿再给你电话。你不要一会儿，我完全听不出来你高兴，你在敷衍我。如果你不想要这个孩子，请你直接告诉我，现在还来得及。你别胡思乱想了，我这儿现在有事儿，待会儿联络你。你今天晚上能来陪陪我吗？行了，先挂了。这个案子我没法接了，要不您换人？我感觉现在我已经深陷其中了。他们对你只是一种感觉，从所有的角度都打不进去，而且还吃闭门羹。哎，对了，岑思福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他现在人在哪儿我都不知道，就怕他在局子里给我打电话，就是自找麻烦。
怎么了？哦，然然，那个你去看看你的大白兔在哪儿呢？啊，快洗手摸你的大白兔去。怎么回事？哭了，眼睛红成这样。嗯，没有了，就是孕期荷尔蒙作怪，情绪波动。什么孕期荷尔蒙情绪波动啊？是不是他欺负你了？他怎么会欺负我呢？他不是把后半辈子要用的钱都给我了吗？切，你以为给你钱就是对你好啊？这2天他来看你了吗？有没有陪陪你啊？他最近挺忙的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在拿这笔钱买他后半辈子官路的清白。他现在跟你是人财两清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呀，别傻了，别指望他会离婚跟你好，听见没有？海藻，海藻，你依旧坚持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，尽管他爸爸已经开始不想要他了。这个事儿你想好了没有？这不是开玩笑的呀。我能怎么办呢？他现在都已经开始踢我了。如果你现在一时心软，会把你一辈子都葬送在里边的。这以后，每一分每一秒，你所犯的错就会在你眼前晃动。你逃都逃不掉，那时候你怎么办？你想过没有？我想再等等，等他亲口对我说他不要我的时候，我再决定。最近学习如何？爸，你怎么一张口就是学习如何，学习如何？你难道没别的话题跟我说吗？是啊，听这么一说，爸爸才觉察到，好像每次跟你对话总是这么几句，其他的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是爸爸的错。连自己女儿对什么感兴趣，喜欢听什么都不知道。那你愿意跟爸爸说说，你喜欢什么吗？要说我感兴趣的呢，你又不感兴趣，何必勉强我们俩硬坐在这儿？你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。这是爸爸的失误，这些年工作忙，都忽略了你的成长。有些东西一旦错过，是无法弥补的。天亮，爸爸只是希望你在将来，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，要学会坚强。不管周围的人说什么，怎么看你，你都要相信自己，没有什么困难是不可度过的。爸爸也许不能给你带来什么荣耀，但这些东西，你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到。你这一生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，爸爸希望你不要迷失了自己，一定要把握自己，不受外界的干扰。
坚持走自己选择的路，学会坚持。爸，你这话说的怎么像临别赠语啊？等以后我遇到困难了，你再来教导我，也不迟啊。天天，爸爸是怕了，将来也许你真是遇到困难，需要我帮助的时候啊，我却帮不了你。我的运气不会这么差吧？你帮别人都帮一辈子了，轮到自己女儿了呢，你却帮不了了。哎呀，去睡吧你啊，去睡，去睡你吧，我要做功课呢。海藻已经开始面对自己被抛弃的命运了。宋思明自那天早上交给他500万后，就再没有现身。头几天打电话过去，他总是敷衍自己，3两句就挂断。这2天再打过去，只要是一看见是自己的号码，他就直接掐掉。这个与自己在床上翻云覆雨的男人，这个在床上与自己甜言蜜语的男人，这个在床上与自己海誓山盟的男人，连声道别的话都没有，就彻底消失了。海藻显然可以换一部电话去试探他，看他是否存心回避自己。海藻的心在拿起街边公话，手指放在按键上的那一刻，仿佛像肉即将送入绞肉机里化成粉末一样抽搐着痛。如果他接了呢？自己说什么？要不要再给他一段时间，等他有足够的勇气告诉自己分离，自己看错了，在我爱你说出的一刹那，其实已经失去了。回头想想，他与宋思明之间，除了那些隽永的刻画在心头的床笫之欢外，还剩下什么？海藻的肚子一天天鼓出来，盖都盖不住。那个孩子正跃跃欲试地等待着出来的那一天，昭告天下：我是一段孽缘的产物，我没有父亲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呢，你就是我儿子的爸爸，孙子的爷爷。我们的儿子呢就叫贝克大尔，孙子就叫贝克姆。海藻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那篇被姐姐批为矫情的文章。那个女人一圈世界周游下来，回到当初爱人的家做客。那个曾经深爱自己的男人，
将属于自己的鱼眼睛嫁给他现在的妻子。那一刻，那个女人如海藻般泪流满面。属于我的眼睛丢了。喂，妈，快点来照相！啊，来了。喂，哪位？老宋，你干嘛呢？来了。拍一张全家福的主意是宋思明出的，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多的不安。也许站好了，这样全家团聚的日子不多了。喂，请问刚才谁打这个电话？刚才？哪个刚才？这里是公话厅。看见那2楼的梯子没有？啊，你们俩今儿晚上就从这2楼给我爬到这4楼上去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今天晚上不惜一切代价要把这东西给我搞到手，知道吧？4万，手电。喂，大哥，管不了了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东西肯定在他们那儿。我刚才问他们的时候，他都不敢看我的眼神儿。这事我的今天他奶奶明天这么多好处都给他了，还给我留这一手。
几乎像讹诈呀！我跟你说，大哥，他们是不可能主动给我交出来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我正忙着呢，就不送你了。你自己去吧。叶洛言。